战义臣牵着云初走到了自己的家门口，然后停下来告诉云初门口有多少级台阶，然后他就牵扶着云初步上台阶。不敢走快，怕云初会摔跤。云初听到屋里很热闹，知道人很多。战义臣告诉他，他的长辈们都在屋里等着了，还有他的兄弟们。他都听到了战少夫妻俩说话的声音，好像还有洋洋的声音。是了，海玲现在要照顾陆总，洋洋很多时候都是跟着小姨的。云初看到战义臣牵着云初进来，海彤身为长嫂，便起身相迎。彤彤，云初停下来回应着海彤，她俏丽的脸上红云未退。她不觉得自己是害羞，可是脸上总是热热的。肯定是天气原因。云初给自己的脸红找了个原因。刚到的吧，累不累？海彤关心地问道。云初笑了笑，摇头，不累，是刚到的，我视力不好，走不快，让大家久等了。没事，我们也是刚过来。海彤笑着看了看战义臣牵着云初的手。大嫂，战义臣叫了海彤一声，他并没有因为海彤迎过来就松开了云初的。海彤点点头，奶奶他们都在，你带云初过去吧。云初听着叔嫂俩的对话，内心是很感激的，战家的长辈都在等着他。他一进屋，海彤这个大少奶奶就起身相迎，他们的一举一动他是看不见，却能感受到这是他们对他的重视。战义臣呢嗯了一声，他牵着云初走到长辈们的面前。奶奶，他先叫了老太太，老太太乐呵呵地应着。等老太太应声后，他才对云初说道，云初，现在我们在奶奶的面前。云初一开始是面朝着唐君夜的，听到老太太应声了，他才知道老太太在面前，连忙面朝着老太太礼貌地叫了一声战奶奶。老太太含笑慈爱地问他，坐了1个多小时的路，累吗？看到佣人们大包小包的，老太太温声说道，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过来？家里什么都不缺，你肯跟着一晨回来看看我们，吃顿饭我们就很开心的了。我没买什么，就给大家准备了一点见面礼，是我的一点小心意。云初在听到老太太慈祥的声音后，那紧张感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他和战义臣的缘分是老太太牵起来的吧？对老太太，他心怀感激。上辈子他不知道烧了多少高香，这辈子能得到老太太的另眼相看，给他和战义臣牵红线。像战义臣这么优秀的男儿，想娶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老太太伸出手拉住了云初，把她拉近前一点。坐在老太太旁边的唐君夜很识趣，马上往旁边挪了挪，给云初腾了个位置。好孩子，你的心意我们领了，先跟大家打过招呼，那咱婆孙俩再好好的说说话。他拍了拍云初的手背，示意战义臣再带着云初跟长辈们一一见过。大家都知道云初看不见，那他是靠着听语记来辨认人的。那在战义臣把云初介绍给大家认识的时候，大家都安静，该他们出声的时候才出声，方便云初记住说话的人是谁。云初再次被战家人的体贴感动。战义臣真的没有骗过他，他的家人都很好，不论是长辈还是平辈，都不会嫌弃他，不会觉得他配不上他的，是他过于自卑，一直不敢接受战义臣的感情。拖到现在呢，他才勇敢地迈出第一步。要不是小姑姑去了一趟 A 市的风尘山庄，知道战义臣为了他去求医的事，他估计还是无法鼓起勇气迈出这一步。老太太是战家的大家长，她老人家却是最温柔的，一点老妇人的架子也没有。二太太是战义臣的亲妈，她拉着云初的手喝寒问暖，这些人对她是真好还是演戏，云初是能感受出来。他们都很真心，她的失明在他们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用张二太太当初当着她大姑姑的面说的话一样，只要她宁云初会花钱，战家就不会嫌弃她。
宁云初跟着战义臣回悠悠山庄见过家长后，两人又风确定了恋爱的关系，感情突飞猛进。小姑姑和莫东浩还有宁天磊代表娘家人与战家长辈见过面，商讨他们俩的婚期。说一下宁天磊，他是很难接受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杀人犯。自从知道真相后，他就借住到同学家里，不愿意见长姐。那其实他不是记恨着宁云初，他是无颜面对姐姐。他的亲生父母呢，害死了姐姐的亲爸，而他的父母还霸占了二叔留给姐姐的家产，对姐姐也很不好，还差点害死了姐姐。他觉得他都对不起姐姐。听说姐姐与战义臣确定恋爱关系，并见了家长后，两家长辈要商量这两个人的婚礼事宜。宁天磊觉得自己虽然不是姐姐的长辈，却是姐姐唯一的兄弟，姐姐的婚事他不能不管。所以在小姑姑再次飞来管城的时候，宁天磊露面了，坚持要跟着小姑姑和莫东浩一起去见战家的长辈。由于宁云初的眼睛还没有治好，战义臣的意思是先订婚，婚期在年前或者年后。他希望宁云初能看到他为他精心准备的盛大婚礼，况且大哥大嫂的婚礼都还没有办呢。他不着急啊，他现在最着急的就是宁云初的眼睛能不能治好啊。那既然他想先订婚，那就先订婚了吧。老太太挑了个黄道吉日，帮两个人办了订婚仪式。宁云初成了战义臣真正意义上的未婚妻。参加了战义臣的订婚宴后，战印带着爱妻飞了一趟 A 市，喝了叶君博和穆晴的一双儿女的满月酒。从 A 市回来后，夫妻俩各自投入自己的工作之中，生活回归正常。医院，陆东明坐在轮椅上，海玲推着他，准备推他到楼下去散散心。由海玲照顾了陆东明一段时间，陆东明的伤腿好了很多，医生说再过1个星期就可以出院回家静养，静养一段时间再开始做复健。你们不用跟着了呀。陆东明被推出病房后，就对自家保镖们说道：是。就算陆东明没有吩咐，有海玲小姐在场，保镖一般情况也不会跟着，免得当了电灯泡。海玲想着上下楼都是坐电梯的，保镖们不跟着也没事，他能推着陆东明上楼。现在的陆东明还不能下地走路，他也只是推他出去散散心，免得他天天躺在床上，那脾气暴躁得很。那在医院又待了近1个月的陆东明，眼见自己还不能站起来，那脾气越加的暴躁，总觉得他是无法康复的了，更是想赶着海玲走，就不用海玲照顾他了。他甚至说愿意每个月给海玲60万，只要海玲不出现在他面前就行。也心疼海玲的累，海玲照顾他才1个多月，都瘦了一圈，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起来。再让海玲照顾下去，他瘦得皮包骨头的，那比割他的肉还让他难受呀。这2天他坐在轮椅上，海玲推着他下楼，在住院部前面的空地散散心，陆东明的脾气才稍有收敛。海玲推着陆东明朝电梯口走去，到了电梯门口，电梯门刚好开了，陆太太夫妻俩从电梯里出来，看到海玲推着儿子，陆太太快步上前。海玲，东明是要去做检查吗？陆太太手里拎着2个保温饭盒，陆先生手里也是大包小包的，保温饭盒里装的是补汤，一份给陆东明喝的，一份是给海玲喝的。海玲瘦了一圈，陆太太也看在眼里，既心疼也愧疚。1个月结束后，她支付30万元给海玲，但海玲并没有收下她支付的工资。海玲说她是在还陆东明的人情债，但2个人还要联合演戏，让陆东明认为海玲确实是为了钱来照顾他的。不管他怎么赶海玲，海玲一句他需要赚钱，有钱不赚是傻瓜，对的陆东明无可奈何。他想强行把海玲轰出去，却又走不了路，只能瞪海玲，海玲又不怕他的瞪视，就让陆东明更加恨自己无法走路。
阿姨，你别担心，不是做检查，是陆总心情不好，我想推他下楼去散散心。海玲答道，阿姨，要不要一起？好。陆太太把2个保温饭盒递给丈夫，说道，你把东西拿回病房里，我和海玲陪东明下楼去散散心。陆先生接过了保温饭盒，温和地对海玲说道，海玲，辛苦你了。陆东明接过父亲的话，高收入自然是伴随着辛苦的啊。啊，以为钱很好赚啊。他要是觉得辛苦，大可以不赚这个钱，我给他2万元一天，只要他不出现在我面前就可以了。他都不想赚那个钱，是喜系辛苦钱的人，爸心疼他做什么？东明，陆先生叫了儿子一声，你说话能不能别夹枪带棍的呀？事情都发生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也该面对现实了。陆东明捶打了一下自己的腿，是呀，我该面对现实了，我早就面对现实了。现在的我就是废人，这2条腿长在我身上，发挥不出他们的作用，安在我身上是当装饰用的，还不如锯了它。东明，陆总，陆太太和海玲连忙阻止他在捶打自己的腿。陆太太说着丈夫，老陆，你少说2句成不成呀？东明啊，别跟你爸计较，你不是废人，你能好起来的，医生都说你的双腿有痛感，有知觉，那才是好事。那要是没有了痛感，没有知觉，那就真的成了废人了。海玲，快推着他走，我们步行下楼的，就不用电梯了。陆太太害怕丈夫和儿子会吵起来，赶紧推着儿子往右边走去，那里有给坐轮椅病人的那专用道。海玲和陆太太一起推着陆东明下楼，刚下到1楼，就看到有医护人员推着病人进电梯。那海玲呢，还看到了一个熟人，是她前大姑姐的丈夫，任家姐夫。那对方也看到了海玲，本能的停下来。海玲，任家姐夫叫了海玲一声。海玲本想当作不相识，就这样走过去的，对方却叫了她一声，她只得停下来。陆太太看看任姐夫，问着海玲，他是谁？我前夫的姐夫。陆太太哦了一声，她主动推着儿子往前走，并对海玲说道，我们在外面等你。任姐夫似是有话要跟海玲说，就陆太太不好干涉这些事。那等陆太太推着陆东明走后，海玲问任姐夫，任先生怎么会在这里？家里有人生病住院。任姐夫难过地道，是你姐。周姐怎么了？那周红英那么猛的人，什么时候病到要住院了？在海玲的印象中，她那个前大姑姐整天都是生龙活虎，唯恐天下不乱的，精力旺盛的很，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少，更不要说往院了。任姐夫说道，她不是生病，她是受伤了，被叶佳妮那个毒妇捅伤了，幸好没有捅中要害部位，没有性命危险，从急救室出来转过来住院就可以了。红林还在急救室抢救呢，他伤得最重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，被捅了好几刀。爸妈在急救室外面等着，我照顾红英。闻言，海玲震惊不已，她问道，任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叶佳妮怎么会捅伤他们啊？叶佳妮捅伤周母、周红英、海玲都不觉得意外，但她捅了周红林，还捅了好几刀，那是想要周红林的命呀。那她不是很爱周红林的吗？小夫妻俩什么时候反目成仇，仇恨到要动刀要命的地步了？周红林怎么说都是洋洋的亲爸，海玲不希望洋洋小小年纪就没有了爸爸，那多问了几句周红林的情况。任姐夫说道，我也不知道红林的情况啊，我接到电话的时候，他们都被送到了医院，我一路赶过来，赶到时，红英刚好被推出来，还好红英没有性命危险，把我吓死了。听爸说，红林被捅了好几刀，送到医院时已经休克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伤的部位致不致命啊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我现在也不清楚。叶佳妮捅伤了他们后自己报了警，现在他已经被警察带走，他本来就有罪在身，
现在罪上加罪，不判他死刑，我都要告下去，毒妇。姓叶的不想活了，也不能拉着红英一起啊。他想死就自己去死，可以跳楼，可以跳河，可以上吊，干嘛动刀？红英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3个孩子就没有妈妈了。那个姓叶的真是个毒妇，任姐夫把叶佳妮骂了万万遍。海玲听着任姐夫骂着叶佳妮，心里想着，若不是周家欺人太甚，那叶佳妮一个弱女子，又怎么会操着刀捅人？狗急了会跳墙，兔子急了都会咬人，真把人逼到了绝路，奋起反抗，不就造成血案的发生？叶佳妮会刺伤周红英，海玲并不觉得意外。就周红英那喜欢挑拨离间的性子，老是管着娘家的事，不遭弟媳妇的恨才怪呢。海玲和周红林还没有离婚的时候，她都对周红英这个大姑姐恨得牙痒痒的。好在那时候的周红英不会像现在这样，几乎是赖住在弟弟家里，她还有个喘息的时间，不至于发疯的杀人。周红英恨着叶佳妮当初联合外人，差点抢走了任小宝，故而处处针对着叶佳妮，只要在娘家住着，就会离间弟弟夫妻俩的感情，挑拨父母和叶佳妮的矛盾，经常闹得周家不得安宁。泥捏的人都有3分性子，周红英这样做让叶佳妮忍无可忍，这不就把周红英捅进了医院。海玲觉得出嫁的女儿常回娘家看看，娘家人肯定是欢迎的，但你老是插手管着娘家兄嫂或弟媳之间的事，或者在父母面前搬弄嫂子或弟媳的是非，那就是惹人嫌，早晚落得周红英这样的下场。那海玲意外的是，叶佳妮怎么会捅伤周红林，还是往死里捅？周红林对叶佳妮，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，都是极好的，哪怕父母姐姐老在他面前骂着叶佳妮，说着叶佳妮的坏话，要他和叶佳妮离婚，他都一直站在叶佳妮这边，也很努力地调解着两边的矛盾。只是父母姐姐都是顽固的人，他的调解没有什么效果。前不久，叶佳妮又流产，失去了她第1个孩子，她心里悲苦，那是必然的。难道是因为这件事，叶佳妮怨恨周红林，所以想捅死周红林？海玲呢，也只能猜测。海玲、红林始终都是洋洋的亲爸，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还是去看看吧。万一红林挺不过来，总要叫洋洋过来看他爸最后一面，送他爸一程的。任姐夫说到最后，神色黯然，想不到岳家会出这么大件事，也想不到小舅子会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想起以前的日子，任姐夫脸上也是火辣辣的呀。虽说他没有明着欺负海玲，算计小舅子的好处，但是老婆总回娘家占便宜，岳父母帮他带着孩子，小舅子给岳父母的生活费都补贴给他们，他享受着岳家带来的好处，压根儿就没有劝过妻子。可以说小舅子今天的下场也有他的一份功劳。以前海玲还是他老婆的弟媳妇时，我好你好，哪曾这闹得要动刀的地步？真的错了呀，红林就不该出轨，不该离婚啊。海玲，过去的事我和你周姐也做得不好啊，现在我郑重地向你道歉，真的对不起。任姐夫觉得他们都该向海玲道歉。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提。等会儿我就去急救室看看情况。任先生，你快去照顾周姐吧。任姐夫点点头，走了。海玲等任姐夫走后，他才走出住院部。陆太太推着陆东明就在住院部门口的空地上慢慢地走着。医院里人多，到处可见行色匆匆的人。那陆东明从最初的害怕下楼见到陌生人，就害怕收到的都是同情的眼光。在海玲第一次推着他下楼散散心的时候，他才发现在医院里出入的人，压根儿就没有人会关注他能不能行走，也没有人会投来同情的眼光。就在医院里啊，是见惯死亡的地方，跟死亡相比呢，
坐轮椅算得了什么？海玲，这里。就陆太太看到海玲出来了，停下来朝她招手。陆东明就绷着脸，好像谁欠了他几百亿没有还似的。刚才海玲和任姐夫说话的时候，陆东明听到海玲对任姐夫的称呼，猜到了是海玲前夫家里的人。他心里老大不爽，周家人真的是阴魂不散，海玲总能遇到周家的人，要不就是周家的人去任你时纠缠海玲，婚都离了大半年，姓周的还想咋的？以为海玲除了周红林就没有人要了。周家人太会往周红林的脸上贴金了。就海玲还没有瘦下来的时候，陆东明都没有嫌弃过海玲，只是觉得海玲该减肥，不能再胖下去了，太胖了也不好呀，身体会亮起红灯的。所以在海玲进入陆氏集团上班的时候，陆东明就多管闲事的要求海玲每天在公司里跑上几圈，帮助海玲减肥，并非是他对海玲的嫌弃。瘦下来的海玲，陆东明更加不会嫌弃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海玲的，只知道不管他胖也好，瘦也好，他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海玲。海玲走过来，你前夫的姐夫叫住你做什么？陆东明就绷着脸，抿紧唇，不会主动问海玲。那陆太太却问了出来，周家出事了。海玲答道，叶佳妮捅伤了周红林姐弟俩，周红林的伤势极重，现在都还在急救室里抢救。周红英伤得不重，已经转入住院部住院养伤。闻言，陆东明都蹙了蹙眉。那陆太太对周家的事也了解过，主要是涉及到海玲母子俩，她就把海玲和周家的过往打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她有点震惊，也有点意外。那个周红林不是对姓叶的很好吗？姓叶的怎么会把他往死里捅？他捅死周红英的话，我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周红英这个女人，谁当她的弟媳都恨不得捅死她的。海玲说道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夫妻俩反目。有可能啊，吵架时周红林家暴了吧，他有家暴前科的，那周红林就家暴过他。他当时反抗了，也操着菜刀追了周红林几条街，那把周红林吓到之后就不敢再对他动手。任先生也是刚接到电话赶到医院的，那他还不知道血案发生的原因。陆太太看看儿子，对海玲说道，海玲，你和周红林是离了婚，但他还是洋洋的爸，那你要不要去看看情况？海玲是想去看看前夫的生死情况，但也要出来和陆太太母子俩打声招呼的呀。海玲说道，阿姨，我是想去看看，若是他就不回来，洋洋是他的儿子，总得让洋洋送他一程。陆总，就麻烦阿姨先陪着吧，我陪着东明就行，你快去吧，需要帮忙跟我们说一声。海玲呢点点头，他很快就离开了。那等他走后，陆太太边推着儿子慢慢的走着边说道，看周红林的现在的结局，这就是出轨的代价。东明，你以后若是娶妻生子了，一定要忠于婚姻啊，忠于你的家庭。若是你觉得你无法忠于婚姻，忠于家庭，妈希望你单身一辈子，不要去祸害人家的女儿。妈是没有女儿，但妈也是个女人，谁愿意看到自己的男人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的？若是不爱了，可以提出离婚，离了婚后恢复了单身，喜欢谁追求谁都是他们的自由。陆东明淡冷的道，妈，我就打一辈子光棍，你不用担心你儿子会落得周红林那样的下场。说什么傻话呢？你能好起来的，等你康复了。你要追求海玲，要娶她为妻，给洋洋当后爸，妈都不反对了。像你当初说的，这是你要娶妻，你要过日子，只要你觉得幸福，妈不干涉。洋洋是个很可爱的孩子，妈也喜欢他，他给妈当孙子，妈现在能接受了。陆东明声音变得更冷，妈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？在我好端端的时候，妈反对我和海玲在一起，
要死要活要断绝母子关系。我现在残了，连自己站立起来都困难。你就说让我喜欢海玲，就追求海玲，娶海玲为妻。你这是想让海玲充当我的免费保姆。我不会娶她的，她一天不走，还在照顾我的话，妈就要支付她的工资，她不欠我的。她不会把海玲当成免费保姆。陆太太被儿子指责得哑口无言，半晌，她承认地道：妈是自私，妈只想你好起来。你要怎么说妈都可以，只要你能好起来。你要娶个男人回家，妈都不管了，不在乎了。妈现在后悔得要命，当初为什么要拦着你去找海玲呀？要不是妈，你也不会，都是妈的错啊。陆东明听母亲自责的话也听得够多的了，他打断母亲继续自责下去，说道：那天我并不是想去找海玲，我是想回公司的。我当天有重要的会议，妈那样质问我，我气恨之下就由着妈误会我想去找海玲，就她是追求海玲，但也不会撇下公司的事不管。她一般都是把最重要的事情处理完毕，那其他事情安排好了，她就有很多时间去追求海玲，陪伴海玲。陪伴是最长情的表白，她是打算用余生都陪着海玲的。只是很不幸，她现在残了。别说海玲对她依旧没有男女感情，就算有情啊，她也会拒绝，不想拖累海玲。海玲值得更好的男人吧。不管怎么说都是妈的错呀。陆太太自责地道，所以妈想让你快点好起来。陆家母子俩说了什么，海玲听不见。她去到急救室的时候，看到周父周母都还在急救室门外守着，夫妻俩站在一起，周父紧紧地握着周母的手，周母也抓紧他的手，夫妻俩无声地安慰着对方啊。周母呢，还在不停地掉泪，脸上的泪痕没有干过。说：咦。海玲呢，走到他们的面前，轻轻地叫喊了一声。那周父周母看到是海玲，周母立即抓住了海玲的手，想诉说什么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只知道嚎哭。海玲也说不出安慰的话，她能做的就是扶着周母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，然后拿出随身带着的一小包纸巾，抽出纸巾递给周母擦拭眼泪。那周父的眼睛也是红红的，他时不时的被转过身去擦拭着眼睛。那夫妻俩呢，就周红林一个儿子，那若是儿子有个三长两短，他们怎么办？良久，周母才停止了嚎哭，但她因为情绪过于激动，依旧说不出话来。海玲看向周父，关心地问道：周叔，红林怎么样了？周父哽咽的道：还在抢救，医生还没有出来过，只看到不停有其他医生进去，血袋也是一袋一袋的送进去，他流了很多很多的血。想到儿子的惨状，周父又是老泪纵横啊。他做梦都想不到，就叶佳妮居然会捅伤儿子，还是往死里捅的那种。若不是他们听到动静，赶紧用备用的钥匙开门进去，儿子可能当场就死了。女儿为了救儿子，也被叶佳妮捅伤。那个女人太狠了，太狠了。枉儿子对她那么好。她自己在洗手间里蹲了半天，出来时腿麻了，不小心摔一跤，把孩子摔没了。红林都没有怪过她，不管大家说她哪里不好，红林都是维护着她的，不肯与她离婚，她怎么就下得了手呀？那周父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他的想法和海玲一样，觉得叶佳妮若是想杀人，最想杀的人不该是他们吗？那怎么叶佳妮却是对周红林痛下杀手？那周红林一个大男人，又怎么会被叶佳妮反杀的？悲剧发生时呢，小夫妻俩是在房里休息的呀，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闹到要动刀的地步。周父都庆幸自己的老七狗改不了吃屎，偷配了儿子房间里的钥匙，说是备用，其实就是为了能随时进入儿子的房间，看看儿媳妇又败了多少家。这海玲还是周家的儿媳妇时，那周母都是这样干的了。海玲、周母总算能继续地说些话了，她拉着海玲的手，哭道：红林若是怎么办呀？
我和你周叔怎么办呀？海玲只能安慰得道：阿姨，医生还没有放弃红林，说明他还有救的，你们别太担心。洋洋呢？海玲把洋洋带过来，万一也好让洋洋送他爸一程。说这话的人呢是周父，因落他就被他老婆呸了一句，也被周母拍打了几下吧。周母还骂他，你说什么会气话？红林不会死的，海玲说的对，医生都还没有放弃红林，说明他还有救的，红林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，他才30出头，年轻着呢，不会死的。骂完了周父后，周母自己却含着泪对海玲说道：海玲，还是把洋洋带过来吧，红林对洋洋还是疼爱的，这是他唯一的孩子，说不定洋洋来了，红林知道儿子想他，他能挺过来呢？海玲又是安慰了他几句。彤彤和小飞今天去了菜场，洋洋应该跟着他回了我老家那边，我打电话给彤彤问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。海玲没有拒绝钱公婆的请求，不管周红林能不能熬过来，洋洋是他的儿子，黄洋洋来医院探望周红林也是应该的，夫妻离婚是离婚，海玲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说过周红林的坏话，更不会教着儿子去怨恨周红林。不管怎么说，洋洋的抚养费周红林是出了的。周母哭着点点头，她总有不祥之感，觉得儿子熬不过来，但又在心里不停地祈祷着儿子能熬过去。海玲走到一旁去打电话给妹妹，海彤很快就接了姐姐的电话，她在电话里问姐怎么了。这个时候她姐姐是在医院里照顾那个嘴硬心软的陆总，忽然打电话过来，海彤总担心有什么事儿啊。洋洋和你一起，我和小飞回老家了，路太远，就没有带着洋洋，洋洋跟着战印在他公司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我打电话给战印吧。姐，是陆总想见洋洋吗？海彤以为是陆东明想小家伙了。洋洋每隔几天是会跟着妈妈去医院看望陆东明的。陆东明对大人们能硬起心肠，对洋洋却无法硬心肠。洋洋要是哭2声，他就心软的不行，马上什么都答应洋洋。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：彤彤，周红林姐弟俩出事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叶佳妮捅伤了周红林姐弟俩，周红英伤得不重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周红林还在急救室里抢救，已经抢救几个小时了，情况可能不是很好，他爸妈担心他熬不过来，求我把洋洋带到医院，若是周红林不行了，让洋洋送他爸最后一程。海彤愣了愣后问道：姐，这是真的啊？那个姓叶动刀子伤人，他重伤的不是周红英，周红林对他挺好的呀，难不成周红林死性难改，又家暴了？周红林家暴他姐的时候，他姐也操刀了，不过周红林跑了，他姐并没有砍到周红林，那叶佳妮说不定也像他姐当初那样操刀反抗了，不清楚原因啊。周红英是去救他弟才被叶佳妮砍伤的，说明叶的目标就是周红林，想置周红林死地，周红林一个大男人遭到反杀，要么是他反应慢了，要么是他刚好睡着。姓叶的突然动手的。还没有离婚的时候，海玲面对周红林的家暴，就曾经说过狠话，她说周红林再敢家暴她，只要周红林睡着了，她就能把周红林剁了，除非周红林一直不睡，或者永远不回家。这把周红林镇住了，后面夫妻俩撕破脸皮都不敢再动手。周红林如今这个下场，海彤觉得大快人心，不过看在外甥的份上，他并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对姐姐说道：那我打电话给战印，让战印送洋洋去医院。海玲嗯了一声，知道妹妹现在忙，她很快就结束了通话。等她再回到钱公婆的身边时，急救室的门总算开了。周红林的家属啊，医生，我们是他爸妈，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周父扶着腿软的妻子迎上前去，着急地问道。医生说道：伤者伤势过重，
能做的手术我们都做了，现在伤者也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，需要转入 ICU 一段时间，能不能醒来就看他自己了。周母身子软倒，就周父扶都扶不稳他，还是海玲搭了把手，才扶稳了，没有让周母软在地上。医生，救我儿子，求求你们救我儿子吧，我就一个儿子呀，他还那么年轻。周母一把抓住了医生的白大褂，哭求着：“阿姨！”海玲把他的手拉回来，向医生道歉又道谢。医生能理解家属的心情，他说道：“我们能做的都做了，伤者能不能熬过来，我们也没有把握，你们有个心理准备吧。”用医生的话说，周红林伤得太重，经过那么多医生的努力抢救，让周红林现在还吊着一口气，但他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的，转入 ICU 住着，能不能醒来，能不能从 ICU 里活着出来，就看周红林自己了。一句话，医生已经尽力了。谢谢医生。海玲再次向医生道谢。周父就劝着妻子：“你别哭了，红林还活着呢，别哭了。”周母被扶着坐回椅子上，从海玲手里接过纸巾擦了擦眼泪后，想起了什么，她忙对海玲说道：“海玲，你打电话给海童，让他不用送洋洋过来了。红林还活着，转入了 ICU， 又不能让家属陪着的。洋洋来了也看不到他爸，还是让他不要来了。医院不是什么好地方，洋洋又那么小，儿子还能不能活下去，周母心里没有底。要是儿子没有了，能支撑着两老活下去的就是唯一的孙子了。”周母对洋洋的重视程度一下子就提高了几个档次。周父也说道：“海玲，你阿姨说的对，洋洋现在过来也看不到红林，还是不要过来了。”海玲想到前夫已经转进了 ICU， 就算儿子送过来，的确是看不到周红林，便答应了两老，打电话给战印，让战印不用再送洋洋过来。虽说周红林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，至少知道他现在还活着。在海玲的安慰下，周父、周母的情绪稳定点了。周父对海玲说道：“海玲，谢谢你还来看我们，安慰我们，现在红林不需要照顾，你忙你的事去吧，我和你阿姨在这里守着就行。”海玲又安慰了他们几句，便离开了。等海玲走后，周母捶打着自己的心口，悔恨的道：“错了呀，错了呀，都错了呀。”周父拉住他的手，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？我们祈祷红林能熬过来才是正事。那个姓叶的干啥子要下死手呀？失去才知道后悔有什么用？当初妻子嚷嚷的最大声，儿子离了婚能娶到更好的，如今好到哪里去？叶家妮不及海玲一半啊。